從黃到黑，1000日嘅製作裏邊，佛手果經歷咗啲乜嘢？超商人的傳統就是9蒸9製吧。手指公咁大嘅蘿蔔，點樣靠敬業成為一方特產？嗰啲有用啲，價錢賣得高少少嘅。清潔嘅梅子點樣變身美味？用雙手堅守傳統，喺時間裏醞釀味道。老廣的味道之守候。時間意外咁令我哋獲得咗同鮮食截然唔同，甚至更加醇厚嘅味道。呢啲俾時間沉澱之後嘅美味，纏繞我哋嘅味覺。因為老廣都深知，美好嘅食物同美好嘅事物一樣，值得守候。如果用一種味道形容深秋同冬天，咁一定少唔到臘味。秋風起，食臘味係老廣耳熟能詳嘅口頭禪。鄉村裏邊嘅左鄰右舍喺天台上面掛起咗一串串臘味，呢個係冬天嚟臨嘅信號。冬至前後，連州東陂鎮嘅歐陽志珍，一年裏邊最忙碌嘅時候又到啦。一早佢就去到自己屋企嘅養鴨場去睇下。啊！呢啲鴨夠啦，夠120日噶啦，可以開工劏鴨啦。廣式臘味以臘腸臘肉出名，但係今年豬肉價格飛漲，歐陽志珍轉移養咗2000隻鴨。佢就住啫，我要等到個天氣啊，要等到呢個時候較香啲啊。佢換咗毛，佢較老辣啦嘛，辣翻出嚟咧，佢又靚下啲鴨。喺東陂鎮，村村寨寨都有做臘味嘅習慣。呢度最著名嘅石板街，從明清開始就係粵湘桂3省交界區重要嘅商貿古道。古街兩邊林立嘅店鋪，仲可以睇到舊陣時商業繁華嘅景象。歐陽志珍亦都乘住改革開放嘅春風，喺呢度開始做起咗臘味生意。一做就係35年。做臘味需要天時地利，咁多年，歐陽志珍一直堅持等到冬至前1個星期先至開工。主要就係鹽，冇其他咩嘢嘅。呢個地方啊，好緊要啊！呢個地方，即係有啲窿樣事啊，一定要俾佢食入去咯。放置一晚，令到塗滿鹽巴嘅鴨入味。第2日晾曬之前，歐陽志珍仲加咗一道工序。過水咧，佢就主要去嗰啲腥氣，去嗰啲油氣啫嘛。咁啊，去咗啲油氣，啲鴨辣出嚟就靚得多噶啦。第2日就全部要就呢啲手工嘅，要就到佢即係定咗型為止咯。你曬得均勻，一定要咬呢啲上嚟咯。將啲鴨放上天台晾，跟住落嚟就交俾自然同時間。不過歐陽志珍都仲係好忙。6點零鐘起床，睇咗一輪先嚟落去食飯。一定要睇住又冇烏蠅。過咗3日後冇烏蠅啦，即係佢基本上收咗水啦。有人話最好嘅嶺南臘味一定出自連州。東陂鎮同湖南相鄰，秋冬時節乾燥嘅冷風從南方拗吹過嚟，同當地散發嘅水蒸氣糅合喺一齊，陰乾咗晾喺天棚上面嘅臘味。特定嘅風力、溫度、濕度，形成咗東陂臘味香嫩爽口嘅獨特味道。喺連州人手裏邊，鴨嘅其他部位，鴨腎、鴨腸、鴨腳等，全部都係寶。呢啲咧要嚟煲湯嘅，呢啲咧就要嚟打辣鴨包嘅，呢啲咧就要嚟蒸起食嘅。
用風乾好嘅鴨肝、鴨腸等材料製作鴨腳包，亦都係歐陽至珍每年必做嘅臘味。主要材料就係你嗰個辣仁同埋香菇。嗰個辣仁咧，佢本身啊辣嘅仁咧就食翻個辣嘅味道。你放咗冬菇咧，佢就帶埋冬菇香咯。呢個辣包咧要全部攞個錘過嘅。就算製作非常考驗耐心，歐陽至珍依然堅守住品質第一嘅標準。除咗臘腸、臘肉、臘蛋都係當地一絕。傳統嘅做法，要先將豬網油用鹽水浸1個星期，直到變成白色。如果你唔泡嗰啲血水出嚟咧，個網油就唔得白又腥。鴨蛋咧，若自己屋係有鴨咧就更加好啦，一定要本地蛋，佢個蛋黃咧就好夠嘅。魚黃步步奏嗰陣時咧就全部肉嘅，後嚟咧冷下放翻啲臘腸，可能個味道唔同，有呢種臘腸味香，呢度有蛋黃香，加上又有呢個網油香。傳統臘蛋從備料到製作至少15日，繁瑣又賣唔出高價，而家願意做嘅人亦越嚟越少。最多係5蚊銀錢一個，佢而家做啲係新式噶啦，呢個根本上冇人做。就我每年我都堅持做到我就送朋友咯。經過自然風乾，喺帶住涼意嘅冬日裏邊，各種臘味濃郁嘅香氣彌漫住整個小鎮。歐陽至珍同舞蹈隊啲姊妹亦都開始為冬至嘅表演做準備。如今的冬比沒有花，人人都說冰呱呱，人人都說冰呱呱。節日裏邊更加少唔到一餐臘味大餐。臘味煲蘿蔔，將臘豬手同白蘿蔔同煮，等到湯色轉白，蘿蔔吸收咗臘味嘅鹹香，鮮甜濃郁。東陂臘肉炒連州菜心，菜心嘅甜同臘肉嘅鹹恰到好處咁結合。仲有蒸臘味拼盤、臘味煲仔飯等，都係本地人餐台上嘅家常。臘味一直係東陂人餐台上不可替代嘅一道菜。幾百年嚟，呢種以自然、時間、傳統凝聚而成嘅美味，漸漸成為古鎮飲食文化嘅一個標誌。一代代人手中嘅美食，以及古鎮上嘅人間煙火，都係時間留落嚟嘅美好滋味。喺潮州有一種味道，同樣以製作時間耐而著稱。夜晚，潮州古城牌坊街嘅街頭，幾乎家家戶戶嘅店鋪都擺放住潮州三寶，吸引咗好多遊客駐足。潮州三寶指嘅係老香黃、老藥桔、黃皮屎呢3種涼果，其中老香黃更加係被列為潮州三寶之首。呢個其貌不揚嘅嘢，到底係咩呢？每年中秋之後，佛手成熟，陳李全就要開始今年嘅原料採購啦。只入邊正從湖家就在成日本根，掉咗台就雞根掛，哇呀！一路就按價標準，我就再來去玩。好，你家今日要配啊！好。原來老香黃嚟自佛手柑，呢種熱帶植物，中意喺陽光充足、溫度濕潤嘅丘陵地區生長。
喺廣東要數肇慶、潮州出產嘅質量最好。佛手同檸檬、香圓都係親戚，所以亦都叫佛手香圓。金黃嘅佛手皮厚似橙柚，既有芬芳嘅檸檬香，切開之後又有類似柚皮軟綿嘅白色果肉。果實成熟嗰陣，果心同皮各自分離，形成細長彎曲嘅果瓣。有啲就好似拳咁握住，有啲向外翹起，好似優雅嘅佛子，所以就叫做佛手。佛手一般切片曬乾入藥，但係潮汕人有更家常嘅做法。從金黃嘅佛手想要變成潮州人中意嘅老香黃，就要經歷重重考驗。初洗晾乾嘅佛手，即將開始變身嘅第一步。一層佛手，一層鹽。潮汕自古臨海有鹽，聰明嘅潮州人喺明代就開始用鹽醃製佛手果。等鹽慢慢化成水，直到浸泡住整個佛手。鹽泡長達1年，咁樣唔單止可以去除辛、苦、澀味，仲能夠延長存放嘅時間。鹽醃1年嘅果皮曬乾退鹽之後，反覆漂洗蒸煮，令到鹽分降低。跟住再嚟一場甜蜜嘅浸泡，糖漬一段時間，就到咗製作中嘅關鍵一步。要嚟遮嘢過啊！這大家就知道落點蒸後就定先再蒸，蒸後就定一隻湯。反覆糖漬蒸煮再熬製。陳利全想將9蒸9製嘅古法教俾個女。熬煮嘅核心係加入由甘草、桂皮等10幾種藥材秘製嘅中藥粉。配粥，一隻整嚟粥。好，我來切。好啦。中藥浸製之後嘅佛手果已經慢慢變黑，再接受陽光洗禮，直到果肉表面柔軟，肉質又韌性，就可以準備入甕啦。就曬到起碼的水分是20幾，它保持就是你放時間長了，它也不會發霉。成個過程純手工製作，陳利全堅持咗30年。本來好東西就是複雜啦，肯定你要用心，用耐心去按照傳統的方法去抓。長達1000日嘅守候，一個佛手果搖身變為老香黃。好嘅老香黃形狀完整，色澤烏黑油亮，散發順口陳香。老香黃嘅老，全部喺佢嘅製作時間長，而且久藏不壞，存放越耐，藥效越好，亦更值錢。潮汕人中意餅食，老香黃都係做餅嘅好材料。將老香黃研碎成泥，作為餡料備用。豬油加入到麵粉裏邊，和面又成油皮麵團，放喺一邊靜置。再製作油酥麵團，準備好之後切細塊，一層油皮，一層油酥包起身。擀麵杖輕輕一壓，餅皮先至算係完成。做好嘅餅皮，溫柔包裹住老香黃泥，輕輕壓一下，點綴芝麻，
一份潮汕特有嘅酥皮老香黃餅就靜待烤箱嘅加持啦。烘烤之後嘅老香黃餅，餅皮金黃，輕輕搣開，皮酥鹹香，作為配茶嘅小食最好不過。本地對老香黃最廣泛嘅食法係直接浸水，不一細羹，用滾水沖泡開，散發特有嘅佛手陳香，口感酸酸甜甜，唔單止可以解渴，仲有開胃消滯嘅功效。如果冇經過九製磨練，佛手或者只係適合擺放喺案頭。喺陳利全一家睇嚟，對老手藝嘅嗰份執手，亦將如老香黃一樣，歷經時間嘅積澱，最終散發歷久彌新嘅陳香。今年5月，廣東大部分地方嘅水稻已經種咗半個月，唐孟更一屋企嘅田頭先至開始忙起身。連南作為少數民族自治縣，瑤山綿延百里，啲屋依山而建，一排排層疊而上，係世界上唯一嘅排瑤聚居地。呢幾年好多瑤民搬落山，唐孟更一嘅爸爸媽媽唔捨得祖輩雙手開墾嘅梯田，都仲係堅守喺山上。每次到耕種時節，佢都要上山嚟幫手。唐家嘅田地位於大古坳村嘅半山腰，呢度嘅瑤民依然用住最古老嘅農耕技藝，同黃牛一齊共同開墾，並守望美麗嘅梯田。犁好嘅梯田蓄滿水，天一黑，大家就入起褲腳，又忙咯。我們小的時候很少有肉機，一到你那點晚上又個個人都去挖田螺做田雞來補種肉。80、90年代那時候是很窮的，我們這裡。喺火光映照底下，田螺從泥土裏邊突咗出嚟，摸親都準。養足一晚，吐出泥土，放入鑊裏邊熱炒，撒啲山間隨手摘到嘅各種香葉，一份富有當地特色嘅炒田螺就大功告成。呀，炎炎夏日，食住田螺，嗒翻口山茶，係當地人一日農忙之後最消暑嘅享受。我嚟了，我講，料嗰度豆腐，我不水種菇又阿基咧。1個星期之後，蓄水1個星期嘅梯田迎嚟咗最熱鬧嘅時候。每年插秧時節，家家戶戶相互幫忙，一日就可以完成一個山頭嘅農活，非常熱鬧。不過插秧之後，唐孟更一仲有更重要嘅事情要做。放10斤左右，這種魚種是金黃色的，都是我們自己留的種。睇落就面對埋嘛，要快落的，都俾你撈的。嗱，係冇啊，一條蚊撈。稻花魚又叫禾花魚，起源於我國2000幾年前漢朝稻魚共生、合為一體嘅傳統農耕文化。魚苗放入稻田裏邊，唔需要飼料，食嘅係跌落嚟嘅稻花同泥土裏邊嘅微生物。捐入啲泥度揾嘢食，又可以防止雜草生長。呢種原始嘅生態系統，令到魚肉有一陣淡淡嘅稻花香，可以賣到40蚊1斤。秋天，
稻谷金黃熟透嘅時候，守候咗幾個月嘅美味，終於到咗收穫嘅時節。哇，很大，大豐收了！今年大概點收了30多斤，估計今年50斤左右。以前那個稻田魚呢，我們放來是自己織的，後來呢，外面的人來就知道我們這個稻田魚好織，就陸續的過來買。取大流細，細嘅留作魚苗明年用，先至可以保證年年有餘。當地最常見嘅方法係煎魚，將魚切塊喺油鑊裏邊煎到兩面微焦，金黃嘅魚塊撈起之後，煲滾水，放薑碎入去煮啲味出嚟，加入魚塊，炆到湯色變白，慢慢收汁。煮好嘅稻花魚，魚鱗酥脆，刺少肉多，口感鮮嫩。唐孟更一中意用竹籤夾起啲魚，放喺炭火上邊烤熟，等到表面滋滋聲出油，魚肉嘅鮮香裹住稻米嘅清香，一陣陣飄過嚟，本地人最中意嘅烤魚就完成啦。食唔晒嘅魚穿起身，掛喺竹竿度，靜靜等待太陽將水分蒸發之後，魚肉更香。就算冇稻花魚嘅季節，亦都能夠嘗到呢種美味。農忙時節，割完稻谷，整翻一鑊稻花魚，鄉里鄉親飲翻兩杯，係遙鄉人最開心嘅時光。受限於地理位置，而家呢度嘅水稻收割依然要靠人工。咁多年嚟，唐孟更一同佢嘅祖輩世世代代守候喺梯田之上，田裏邊有魚，倉中有糧，佢哋用耐心與汗水，守望魚米富足嘅幸福生活。喺懷集有一種食物，亦係當地人一年一度嘅守候。每年10月水稻收割完，懷集金沙鎮嘅農戶開始咗新一輪嘅種植。鄧玉英趁住最近天氣好，嗱嗱臨幫自己塊田播種先。撒落去嘅種子，幾日之後就會有嫩葉飆出嚟。小苗嬌貴，本地人要日日淋水，先至可以保證呢啲蔬菜可以按時生出令人滿意嘅豐茂菜葉。等咗2個月，收割嘅日子準時到嚟。呢種從播種到採收啱啱好60日嘅蔬菜，當地人根據佢嘅生長期嚟到命名，稱之為60日黃菜。60日黃菜其實係一種小型早熟蘿蔔苗。呢種蘿蔔苗只長苗唔長根莖，蘿蔔一般只係得手指公咁大。60日啊，嗰啲黃菜就一般嗰個頭咁大嘅。最主要啲嗰啲葉有用啲，個葉個價錢賣得高少少嘅。懷集人都知道，金沙鎮出產嘅60日黃菜品質最好，苗壯根肥。呢個要得益於當地溫暖舒適、雨量充沛嘅氣候。沙質土壤雖然唔肥沃，但係非常適合60日黃菜嘅生長。過白露8月份上下啦，種3次，第3次可以留啲種子啦。收翻嚟嘅黃菜，首先要嚟一場日光浴。做葉菜主要係用葉，喺日光嘅作用底下，菜葉經過1日暴曬，直到半乾。曬黃菜嘅同時，鄧玉英都要繼續忙，開始執埋剩低嘅蘿蔔頭。勤
勤勞嘅鄧玉英從28年前嫁咗嚟金龍村，好快就從奶奶嗰度學到種黃菜、醃黃菜嘅手藝。呢個蘿蔔小巧可愛，洗乾淨切片，亦係做蘿蔔乾嘅好材料，一啲都唔會浪費。曬好嘅黃菜要喺60到80度嘅熱水裏邊沖個涼。燙菜嘅過程就係同時間賽跑，落水1分鐘，菜色微微變黃就要即刻撈出嚟。如果唔係，醃製嘅口感就會大打折扣。趁住餘溫，鄧玉英要快速將撈出嚟嘅菜搭喺竹籃度，一層層咁樣攤開鋪滿，最後包裹住，壓埋木板都仲未夠，重要嘅係最後嘅大石頭。利用自然嘅重力，將黃菜內嘅水分壓榨出嚟，跟住就係等待黃菜變身啦。嗰啲菜嗰啲入邊嗰啲積水好多嘅，壓佢有個細調料嘛，壓個過程無非又係想佢黃。出水之後，60日黃菜嘅黃先至真正體現出嚟。不過鄧玉英都仲要洗淨裏邊嘅沙土，好似擰毛巾一樣擰乾水。呢個時候嘅黃菜銀勁初現。壓咗一晚要用啲清水沖乾淨，再放入個籮嗰度再壓。經過2日嘅反覆擠壓，即係剩低極少量水分嘅黃菜，迎嚟咗最後嘅考驗。唯一嘅配料鹽，既可以防腐，又可以令到食物變得鹹鮮美味。如果到尾頭佢唔使鹽咧都冇所謂，因為我入邊啲滲透完啦，你反轉落嗰啲水已經浸透嗰度啦。黃菜嘅製作工藝繁瑣又辛苦，而家願意做嘅人越嚟越少。但係28年嚟，鄧玉英一直守住呢一門手藝，靠住呢一份勤奮，鄧玉英屋企起咗2棟小樓。裝好嘅壇封好，反扣放置出水，一段時間之後有咗空隙，再填黃菜入去，咁先算大功告成。靜候1個月，黃菜開壇。醃好嘅60日黃菜色澤金黃，乾爽有韌勁，帶住微酸同清香。呢個時候嘅醃菜先至真正可以冠以60日黃菜之名。本地人都有一手烹飪黃菜嘅好廚藝。鄧玉英忙嗰陣，收工喺屋企嘅先生就係屋企裏邊嘅大廚。材質單純嘅黃菜好容易吸收搭配食材嘅美味，百搭百配。炒香啲豬肉，加入清水同60日黃菜，滾咗之後灑少少辣椒，一碗酸酸辣辣嘅60日黃菜滾湯，清熱開胃，係本地人夏日最愛。同魚肉同煮，黃菜將魚嘅鮮味全部吸收，就係一道味道獨特嘅酸菜魚，既有鯇魚嘅鮮味，又有60日黃菜嘅清爽，濃而不膩。酸蘿蔔白淨脆口，亦係最受歡迎嘅開胃小食之一。守候今年第2批60日黃菜發酵嘅日子，鄧玉英屋企迎嚟咗第1個孫嘅誕生。今日係滿月嘅日子，宴請親友當然少唔到60日黃菜。60日黃菜係鄧玉英屋企每個人自細最簡單初始嘅記憶，亦將喺未來陪伴佢哋走向更美好嘅生活。每年4月，有一種果開始收埋喺鬱鬱蔥蔥嘅山間，若隱若現。你唔近睇都好難發現，因為有咗呢一種果，六河縣水純鎮喺雨季裏邊依然可以迎嚟一批批遊客。
呢種形狀好似桃、大細好似梨嘅水果，就係青梅。望梅止渴，睇住青翠嘅梅子，令人忍唔住要摘一粒試一試。不過青梅好似好睇唔好入口啊！有人嘅外表下邊收埋咗一粒整蠱人嘅心，咬一啖即刻齜牙咧嘴，酸到牙膠都軟埋。嚼一嚼，等到呢陣酸味逐漸退去，口裏邊嘅唾液湧咗出嚟，口舌生津。好酸哦！青梅被人類栽培同利用已經有3200年，而綠河種青梅就有2900幾年。作為中國青梅之鄉，呢度土層深厚，有機物質含量較高，出產嘅青梅又大又飽滿，酸度亦高。喺水純鎮，家家戶戶都種咗幾棵青梅樹。哇！呢兩個聽樹近啊，會落水啊！哦，我揸住你摘係嘅，賣到好價錢嘅。青梅嘅採集期只有短短嘅15日，清明前陰雨綿綿，范思友要趕住喺大雨之前將啲青梅收落嚟。竹竿一敲，范思友好似又翻返去快樂嘅童年時光咁。我們以前都在梅子下睡覺的，就是有青梅沒有竹馬而已。以前是專門放10天8天給人家收割到古仔梅的。范思友嘅100幾畝梅子林係祖輩傳落嚟嘅，梅子酸，雀仔都唔食，並唔需要點樣去打理。有些人要求純手工採摘做那個鹹梅的，要求沒那麼高，就用棍子敲打。綠河嘅青梅外皮光滑，色澤青綠，肉多核細。加工青梅想要保持口感，就要選用未熟透嘅梅子。青梅可以製成話梅、鹹梅、雪梅、甜青梅等，不過本地人最中意食嘅都仲係蘇梅。無論點樣製作，去除酸澀味，第一步一定離唔開鹽。先把它那表皮啊搓鬆出水，我們等下還要拍一下，就是這樣，它才會早一點脫水。24個小時以後，再拿泉水啊去泡，泡淡了，把水倒出來，我們再進第一次放糖，大概每斤梅子要放半斤糖，然後拿到那冷藏10度左右，它才會脆的。2014年，原本喺深圳做緊老闆仔嘅范思友，喺村裏邊嘅人嘅勸說底下，返到家鄉成立合作社，幫各家各戶推銷青梅。工作雖然繁瑣，但係佢就樂在其中。我以前的夢想就想搞個商業，做梅子酒啊、人參梅啊。醃製之後嘅蘇梅，酸甜脆口，係飯後零食嘅好選擇。亦係每個喺綠河長大嘅細路仔童年裏邊最深刻嘅味道。遲10日採摘嘅青梅成熟到啱啱好，用嚟製作青梅酒就再好不過。晾乾嘅青梅加上白酒，一般浸1年就可以飲。不過范思友釀酒一直堅持自己屋企祖傳嘅竅門同標準。先用那個45度的米酒，把它泡出味道，然後再加那個客家釀酒，它那個酸鹼度啊，可以綜合，適合人體需要，每3年都不能出產。泡久了以後，會喝酒的人慢慢喝，它會產生一種歷久彌香的味道。用鹽醃製嘅鹹梅係潮汕人煮餸嘅時候最愛嘅佐料之一，
醃製3個月以上嘅鹹梅壓碎切開，鋪喺洗乾淨嘅魚同排骨之上，放入去鑊裏邊蒸熟就搞掂。烹飪工序簡單，但係有咗青梅嘅加持，肉嘅味道食起身就更有層次感。酸酸嘅青梅味從舌尖劃過，鹹中有酸，酸中有甜，回味無窮。唔單止去腥，仲能夠解膩開胃。等到冬天，呢度又迎嚟梅花漫山開放嘅美景，遠離城市嘅喧囂，返到幽靜嘅山野。雖然細個嗰陣時嘅夢想先至啱啱起步，但係對於范思友嚟講，守候嘅過程就好似製梅，苦澀過後，總會加啲甜。喺湛江有一種味道，亦係喺海邊長大嘅黃宏偉最想守候嘅獨家記憶。蒸豬肉嘅時候加一啲去腥解膩，炒白菜嘅時候放一啲增味提鮮，喺白粥裏邊加1兩羹，食欲不振嘅小朋友都可以開胃消滯。呢種俾本地人稱為蟛蜞醬嘅蘸料，對後生仔嚟講可能有啲陌生，而喺70後、80後，甚至係老一輩嘅湛江人心裏邊，就係一種難以割捨嘅情感。好天嗰陣，黃宏偉會拉住啲朋友去海邊。湛江東海島位於雷州半島東部，淺海灘塗面積比陸上耕地嘅面積要大，海生資源豐富，係本地人尋味嘅天然糧倉。每日退潮之後，成千上萬嘅生靈隨住大海嘅擴張嚟到海灘。蟛蜞偷偷爬咗出嚟，成為黃宏偉佢哋眼中嘅寶貝。泥灘內石罅中，貪玩嘅蟛蜞玩起咗捉伊人，但係行動就算再迅猛，亦都走唔甩黃宏偉佢哋敏捷嘅雙手。晒嗰陣時，我已經上路㗎啦，捉蟛蜞啊、掘螺啊嗰啲咯。熟話都係話撐開嗰個撐。海灘上面忙碌嘅人，係落潮時分灘塗上嘅靚麗一景。有呢蟛蜞啊，冇路咁啊，走呢蟛蜞走。嚇！黃宏偉阿嬸係屋企裏邊唯一嘅製醬高手。農曆10月底，阿嬸都會準備最拿手嘅蝦苗醬，作為本地餐台必備嘅蘸醬。蝦苗醬製作簡單，買翻嚟嘅蝦苗倒鹽水入去，攪拌均勻，再依次加入甜酒糟、辣椒、薑蓉等，比例按照自己屋企口味把握。整好之後，放置1個月就可以食啦。橫行嘅蟛蜞要整成醬，呢個仲要經過一番前期處理。蟛蜞比手指公大少少，細細嘅身形都冇咩肉食，食起身成嘴都係殼。不過到咗湛江人手裏邊就唔同晒。喺倒好嘅蟛蜞醬裏邊加入酒糟，係阿嬸獨有嘅秘方。
而家識得製作嘅人越嚟越少，就算係以前做過廚師嘅黃宏偉，都要一步步跟阿嬸學。番茄汁還有那蝦苗汁，都是祖宗留下來的。遺忘掉之後，現在你可以當回憶，但下一輩的完全沒有嘗試過這個東西，那就真的遺失了。封蓋之後，放置喺陰涼嘅地方，等待蟹殼沉底，發酵得越耐越好。成熟嘅彭杞醬色澤暗黃，鹹鮮撲鼻，有化痰助消化嘅效果。吸引黃宏偉返到湛江嘅，除咗家鄉味道，更重要嘅係對家人嘅牽掛。今日係中秋團圓嘅日子，晚黑有鄉親最期盼嘅人龍舞表演。下午，黃宏偉一家要準備今晚嘅團圓飯俾啲隊員食。白切鴨、白灼蝦、炒豬肚、海鮮炒粉絲等各式菜肴陸續備好，香宴嘅食材豐富，又有地方特色。中秋佳節，村裏面彌漫住濃厚嘅過節氛圍。一齊食飯係中國人節日裏邊最重要嘅傳統。飯台上當然少唔到本地人最熟悉嘅蘸醬。月圓夜，有親友在旁，有熟悉嘅家鄉味，係喺外地做生意打拼多年嘅黃宏偉最大嘅心願。晚飯嘅熱鬧過後，中秋嘅重頭戲先至真正上演。返到家鄉嘅黃宏偉亦都接手咗本村嘅人龍舞表演，帶住自己個仔同從細玩到大嘅兄弟一齊，將呢400幾年嘅民族表演延續落去。喺自然同人心相結合嘅美好等待裏邊，時間係最好嘅參數，食物係最真實嘅載體。老廣物盡其用，通過執着嘅堅守，訴說住對家鄉、對親人嘅情感，更守候住對生活嘅熱愛。用唔到啊！3、2、1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